过火影的都知道，火影里没有反派，他们只是立场不同，也没有纯粹的坏人，他们只是一群追求和平的疯子。哦，是吗？大蛇丸为做人体实验，诱拐孩童，成百上千条无辜生命命丧实验室，后厮杀四代风影，诓骗沙隐进攻木叶村，致自己的恩师和大量无辜百姓丧生，将人命视作草芥。哎呀，这都是为了推动剧情发展啦，死几个龙套而已，不碍事的。龙套的命不算命，我们没看见就相当于没死啊。大蛇丸他只是个疯狂的科学家，不算坏人啦。来，大家一起在弹幕上刷起来，蛇术掌握核心科技。蝎因不明原因屠杀整个国家，无数生命陨落于白刃与剧毒。更丧心病狂的是，他将三代风影、自己儿时的朋友等在内的数百位活生生的人做成傀儡，其制作过程必定包括开膛破肚、剜心掏肺、挖眼拉肠、剥皮磨骨，其心之歹毒，手段之恶毒。傀儡制作是蝎所追求的艺术啦，蝎只是想通过傀儡填补童年亲情的缺失，他其实是个缺爱的小可怜呢，呜呜呜。迪达拉在生养他的村子里制造多起恐怖袭击事件，致房屋倒塌，多人遇难，人心惶惶，成为无数孩童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。这是小迪所追求的艺术啊！为了自己的信仰，炸掉几座别人家的房子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还是个孩子，生性纯良，没想那么多，不懂大人们的人情世故，本质上还是不坏的啦。你们不要黑他了，好不好？长门因好友遇害，迁怒云隐村无辜百姓，放火烧房子，连外村的委托人也要赶尽杀绝，后更是手刃对自己有养育和教导之恩的师傅自来也。错的不是长门，是这个世界。长门他也是身不由己，你们这样咄咄逼人，真是坏透了，哼！宇智波鼬一夜之间杀光母族，生养他13年的父母，尚在襁褓的婴儿，不谙世事的孩童，热心慈祥的小卖部阿姨，和像小樱这种只是加入宇智波家的外族人，都无一幸免倒在血泊。呵呵，我笑了。鼬你也黑，看来你根本不懂火影，不懂鼬。鼬就是舍小家顾大家，是大义，是有大格局的人。你们这些小学生是不可能理解的，回去多看几本书再来品鼬吧。宇智波带土在明知灵是因任务自愿牺牲的情况下，仍迁怒于好友卡卡西，甚至整个忍者世界，后控制四代水影，间接造成无数人间惨剧。在视自己为己出的师母分娩之际，谢九尾袭击生养他的故乡，致使无数家庭破裂，尸横遍地，其中就有伊洛卡的父母、昔日红的父亲、三代火影的妻子。这个恶徒更是对产妇九星奈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，最后连同师傅四代火影一同杀害，简直丧尽天良，无恶不作。后又挑起第4次人界大战，残杀包括宁次在内的数万名联军，轰毁无辜百姓生活的家园，其罪行罄竹难书。他们失去的只是生命，土哥失去的可是爱情啊！你们这些母胎 solo 的肥宅，懂什么叫做爱吗？不就下个师傅师母吗？至于这么小题大做，上纲上线吗？连他们的儿子都不介意呢。看，鸣人还夸我们土哥最帅了呢。你们这些外人又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呢？少管闲事好吗？我会问你一些问题，你随时可以喝水。你为什么会喜欢团藏？是口味重还是心理变态？团藏他那身强身与民的态度很打动我，为了木野，他可以不婚不娶，孤苦一生，无后而终，这份牺牲是常人做不到的。给鼬和带土洗白的人那么多，给团藏洗白的人却寥寥无几，你想过这是为什么吗？注意你的措辞，团藏很白，不需要洗。团藏不讨人喜欢，主要还是因为他年老色衰。如果团藏能像蝎那样有一副绝世美颜，还能永驻青春，我相信支持团藏的人肯定会很多。网友列举了团藏的8大罪状，你觉得是事实还是恶意解读？说来听听。罪状1：勾结办葬，害死迷燕。我去，这也能算黑点？麻烦先搞清楚状况。当时正值第3次忍界大战，鱼影是木野的敌国呀！团长挑拨办葬，干掉迷燕，瓦解敌军势力，这不就和貂蝉挑拨董卓、吕布一样吗？怎么还有错了？迷燕的死的确导致了长门极端的和平主义，可团长他不是神，没开上帝视角，他怎么知道长门的身份那么特殊，又怎能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你可以因为团长害死迷燕而讨厌他，但求你别指鹿为马，颠倒黑白，去抹黑团长对木叶扭转战局做出的贡献。
最终2，夺取止水的写人眼，致使宇智波被灭族。我再强调一遍，团藏没有上帝视角，他不能窥探到佑和止水的真实想法。团藏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一个人，一个正常人的本能反应和思考。我就问你，团藏他凭什么相信止水，相信一个蓄谋谋反的家族的族人？没道理呀！事实上，3代和其他高层都不信任止水，对吧？况且止水还手握别天神这样改变人意志的幻术，那你怎能确保止水不会对木叶高层使用呢？止水是宇智波家族的人，不是牵手奈良山中一族的人。按正常人的思维，止水是不是帮自家人的可能性更大？是不是？那为了防范于未然，团长只能先下手为强。谁叫你止水信宇智波呢？况且灭族的直接元凶是鼬，根本原因是宇智波一族和木叶村的固有矛盾。没有团长，宇智波和木叶迟早也会闹掰的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历史课本里有太多这样的案例了。队长3，以土夺取火影之位，暗杀3代未遂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还有人不知道这是动画原创剧情吧？好奇怪哦！动画原创抹黑佐助时，你们恨不得把编剧掐死，怎么到抹黑团藏时，你们就变哑巴了，还心甘情愿被动画组牵着鼻子走？你们这是对人不对事啊！反正我在岸本画的漫画里看到的是团长和3代的竹马之交，两人互为表里，默契配合，在竞争中共同进步。至于动画为什么要背离原著的初衷，让团藏不顾昔日情谊刺杀挚友，我管不着，我也当没这回事。我就问你，你是信岸本画的漫画，还是信动画原创剧情？罪状4，支持大蛇丸搞人体实验，残害幼儿。一群无名无姓的龙套死了就死了呗，帮和带土残杀数万名联军，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灵次、陆九、海一、麻布衣好几位吧，我怎么不见你出来伸张正义呢？吼，一边追着骂团狗，一边跪着叫班爷，你怎么就这么双标呢？况且人体实验最后不是成功了吗？木叶又想靠着大河控制九尾，又不想付出代价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连3代自己都心知肚明，舍不得孩子，套不着大河。罪状5，和大蛇丸暗通款曲，泄露木叶暗部成员资料。然后呢？是怎么了吗？大蛇丸后面是对木叶做了什么吗？没有吧？既然没产生什么坏结果，那你说个罪状6，杀鹰入侵木叶，团藏毫无作为。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。你去问岸本，你就问他2002年在画这个篇章时有没有设计构思团长这个角色，你去问。真是好笑了，你怎么不说大河佐井为什么没出来保护村子？凯为什么不开8门冲进结界踢死大蛇丸呢？拿前面的剧情去套后面的角色，多少有点脑瘫。那佩恩入侵木叶怎么说？这次团长总在袖手旁观吧。这次团长是没去应战，可那又怎样？不可以吗？没去是要切腹谢罪吗？奇了怪了，谁规定了团长必须要去？梅艳小春不也没去吗？他俩是明面上的顾问，团长只是地下的顾问，他俩都可以不去，那团长为什么一定要去呢？团长都73岁了，比你爷爷年纪都大吧，还逼着他上战场，你们还有良知吗？做个人好吗？好，团长袖手旁观我不追究，那他为什么要刺杀莲罗袜，阻碍鸣人回村？木叶遭受灭顶之灾，团长有责任。我最后再强调一遍，团藏没有上帝视角，他不知道鸣人有主角光环，能打败佩恩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身在火影忍者这部热血少年漫里，靠着羁绊的力量、相信的力量就能创造奇迹。我就问你，你让团藏怎么去相信自来也花3年时间才掌握的仙人模式，鸣人3-5天就能学会？你又凭什么让团藏相信自来也都打不过的敌人，17岁的鸣人就能打赢？阻止鸣人回村是他在审时度势后最好的选择。本来嘛，只要鸣人不在村里，佩恩自己都会走，连出手的必要都没有。鸣人要是回村，村子反而会遭受更大的摧残。佩恩放神罗天真，完全在团长意料之外。他可没想到纲手这个蠢妇会去激怒佩恩，人家佩恩在得知鸣人下落后，明明扭头就要走了，是纲手把佩恩叫住，还和他大谈和平，这才惹怒了佩恩，人家才赏了木叶1袋米吧？你们不去骂纲手，反而来怪团藏，有毛病吧？我吵不过他，没脸求大家点赞。这期视频就到这了，我溜了。